此刻妈妈没有担心自己，反而却还在担心我。她的手有些凉，我能清楚地感觉到，她只是表面平静，她不想把内心的恐慌传递给我。我是易茂集团董事长，我可以代表集团向各位保证，一定给各位一个好的交代。什么时候来？董事长！易总，你说这常进他也真的是，他真的愿意去傻到当一个替死鬼？利益面前，有几个人能看得清楚呢？跟你估计的一点都没错，易新东这步棋，还是下到常进这儿来了。那就要看常进，他怎么想了。易总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陈建东在易茂集团的股票交易当中涉嫌内幕交易，由证监会移送到公安机关，由于涉嫌金额过大，最终被判为有期徒刑10年。我不知道易钦东到底承诺了他多少好处，但我知道的是，他进去没有多久，他老婆就跟他离婚了，带着孩子改嫁了。他父亲由于没人照顾，很快就病逝了。10年，对于一个男人来讲，不算长，但也不算短吧。尤其是宝贵的黄金10年。也许出狱后还可以从头再来，但是失去的能用金钱来弥补吗？这件事儿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我相信你内心已经有了判断了。说到底，我不希望你成为下一个陈建东。你已经走到悬崖边上了，应该意识到自身的危险。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，如果你现在不主动做点什么的话，那你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牺牲的陈建东。我们打个赌好不好？赌你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陈建东？如果会，那对不起，你失去的将不仅仅是10年。如果不是，那恭喜你，至少在易茂集团，我不会成为你的敌人。易总，我想知道，您为什么跟我说这些？因为你的女朋友，她来求我帮你。当然，我也不希望你自送前途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这句话没错吧？哎，等等等等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谁允许你们动我东西了？这是公司人事部让我们来这里收拾东西、整理办公室的。你要是有问题的话，你去问人事部好吧？把那个电脑先拿走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别动！我告诉你，这电脑是我的，里面有很多我客户的资料，弄丢了你能负责吗？这个电脑它是公司的财产，不是你个人的。哦，对了，把你那个工作证交出来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在这里所有的权限都被取消了。谁给你的权利这么做？易总同意了吗？他允许你这么做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就是易总指示人事部让我们来做的。你要是有问题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去找易总。
易总，等等，易总，我问你啊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怎么我的办公室和工牌都没有了呀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对你停止调查，这不很正常吗？哎，别，您别跟我开玩笑，我不会真的有事吧？你真不知道啊？啊，相关部门都已经介入调查了。检察机关说，在你的账户上发现有100万的不明收入，怀疑那是你收的回扣。不是，这个钱是您发给我的奖金啊！你开什么玩笑啊？我易茂什么时候给你发这种奖金？哎，常姐，这个事儿你可不能往我身上栽啊！不是易总，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常姐，我把你提拔起来，让你负责整个格兰城的项目，你居然能做出这种事情来，啊！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易总，我看出来了，您这是在让我顶雷啊！您不能出尔反尔，说话不算数啊！你负责的项目出了事，你不负责啊？你告诉我谁负责？可这个事儿不是我一个人干的呀，对不对？建筑材料公司是通过您的介绍才介绍进来的，我只是签个字而已，这怎么能让我一个人负责呢？等会儿，你刚才说是谁签的字？是我签的，没错。对啊，你签的字啊，不找签字的人负责，你说找谁负责啊？您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？您说我不会有事的，您说即使我出了事，你也会帮我的。你不能翻脸不认人呐！你别激动啊！你当时收钱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知道会有这个后果。不过年轻人犯点错误难免的，这个事情你得回去好好想清楚，你该承担的责任，你就得承担。我只是签个字而已，这怎么能让我一个人负责呢？你刚才说是谁签的字？是我签的，没错。对呀，你签的字，不找签字的人负责，你说找谁负责？啊？这个录音是常静给我的，这里还有一些跟格兰城相关的资料，有问题的地方我都已经标注出来了，您看一下。不像话，真不像话！听说舅舅最近总是往澳门跑，手气可能不太好，一时情急被居心不良的人钻了空子，也是在所难免的嘛。这个混账东西，老毛病又犯了。大公，您别动气，再伤了身体。当初我就不该把地产从你那儿交给他，现在他出了事，还需要你这边来收拾残局。还好有你在，要不然我得被你舅舅给气死。情况是这样的，幸亏发现的及时，属于早期。您确定是早期吗？这是不是说明我妈妈就有救了？你先不要着急，按照我们目前对乳腺癌的分析，你母亲的这种情况属于早期的2期，肿瘤不大。按照国际上的标准，这种患者5年的存活率应该能达到75%左右。当然了，还要具体看病人的身体状况、病情的发展，很多东西不能100%保证。按照现在对乳腺癌治疗的经验呢，我们争取在5年之内不谈死亡。治疗的方式也有很多选择。我现在建议呢是立刻进行手术治疗，切除以后再看情况，选择综合的治疗方式。你呢，回去想一想怎么跟你母亲说这个情况。我的努力没有白费，从死神手中抢回了黄金时间。你要做好。当年妈妈查出晚期的时候，甚至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，只能被动治疗，默默等待离去的那一刻。
在知道自己是癌症晚期后，平日里爱笑、爱闹、爱打趣的妈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在最开始阶段，甚至不接受任何治疗，一心想选择放弃。那时候的我还什么都不懂，甚至也选择了逃避来面对这件事。妈，你不要一个人。现在想起来，你出来好不好？我心里还是一阵阵的难受。虽然经历过这一切，可想到这些，我心里还是打鼓。到底要不要告诉妈妈真相？该怎么跟她说呢？喂，喂，嘉诚，晚上约了李叔叔吃饭，你把手上的事情放一放，赶紧过来。带上你的图纸，还有2瓶茅台酒。这次的射击案不是已经通过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去接？你怎么总盯着眼前那点事儿？李叔叔手里的项目很多的，他要是认可了你，你以后还愁没机会吗？赶紧过来啊！就这样。我在书店的咖啡厅等你。好想告诉你，你给我的记忆，像空气如影随形。当我闭上眼睛，你眺望远处的身影，是穿越悲喜勇气。时间都知道。他给的每一个问号，是我们太年少，总要和他赛跑。时间都知道，他给的每一次煎熬，是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，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走了，所以从小到大，
是我和我妈妈2个人一起生活。我和妈妈之间，不管谁发生任何事情，都是有商有量，商量着来的。现在妈妈出了问题，一时之间，我突然不知道该找谁去商量这个事儿了。所以，你是想听我的意见吗？你的意见对我很重要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想我应该会全盘如实托出。你是说实话实说？不好意思。其实无论最后阿姨怎么选择，你都要让她知道你是支持她的。当然，前提是让她知道所有治疗的可能性，在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里面，尽量去帮她理性的做出选择和判断，还要配合好医生，不要留下任何遗憾。而且还要看阿姨是什么样的性格，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她沟通。我妈一向都喜欢直截了当。我跟她之间，没有什么事儿是藏着掖着的。除非你可以瞒着阿姨，把这出戏演好了，不让她发现。当然了，这些只是我的预想。事情没有发生在我身上，我也没有设身处地的去经历，所以我不能完全从你的角度出发帮你考虑。不，你说的是对的。其实这个时候，我不应该去感性，而应该是理性的去面对思考。起码，我不能先倒下。你接吧。没关系，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。可以陪我坐一会儿吗？不需要说什么话，就只是这么静静的坐着就好。以前不觉得，现在才知道可贵。你知道吗？也就在几年前，我外婆也被诊断出是癌症晚期。当时我们全家都试图去瞒着她，可没过多久就让她发现了。外公倒是很坦诚，直接告诉她事情的真相。2个70岁的老人很酷，说放弃治疗就放弃治疗了。最后外公带着她开始全世界的各地旅游。那会儿医生说，我外婆大概也就只有半年的时间了。可外婆却奇迹般的跟着外公，一起在外面玩了整整2年。之后很安详，很幸福的离开了。现在回忆起那段时光，记得外婆脸上灿烂的笑容，那应该是她最开心、最幸福的一段时间吧。如果当初真的选择保守治疗，过程痛苦不说，治疗还未必有效果，所以这件事情改变了我很多，对很多事情固有的看法。也许我们在看待问题的时候，都需要换个角度去思考。也许吧。小静。喂，叶嘉诚，你怎么还没到啊？李叔叔都已经到了，你还不接我电话？小静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边有点事耽搁了。等等，我马上就到，好吗？你有……喂？你快去吧，我没事了。行，那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再给我打电话吧。相信我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
小江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你知不知道李叔叔早到了，一直在等你？你知道他有多难约，我怎么约到的？你怎么能迟到呢？不好意思，有事耽搁了。什么事儿比这事儿更重要啊？这关乎到你的未来。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只靠我爸爸，我们也得靠自己帮我们铺平道路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没想着靠宋教授。东西呢？什么东西啊？我让你带的设计图纸，还有给李叔叔的礼物。你出来之前我特意叮嘱过的，你不会忘了吧？不好意思，我忘到之前那个地方了。叶嘉诚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今天约李叔叔就是为了看你的设计图稿，结果你没带。另外，人家愿意来是因为看我爸的面子，你让人家空手回去，你懂不懂事儿啊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出门的时候真的带了。要不，我现在进去跟李叔叔说一声。行了，你赶紧回去，把东西给我取过来。现在？没必要吧？我可以进去跟李叔叔叙述一下我的设计理念。谁有功夫听你说啊？人家今天愿意来，无外乎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和人家建立一种联系。李叔叔真的是看中你的设计图稿吗？我告诉你，人家看中的是我爸的面子。搞关系我不擅长，如果不想聊设计的话，我就不进去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让我一个人进去啊？这个李叔叔本来就是你想见，不是我想见啊！你什么态度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这是在帮你，不是在求你。好，谢谢你啊，我不需要。哎，叶嘉诚！妈，回来了。累吧？还好。来吃苹果。妈，今天医生给我打过电话了，检查结果出来了。没问题吧？妈，我们非常幸运，是早期，医生说是可以治疗的。你别骗我。我都已经咨询过医生了，医生说没有问题，只要是早期都可以治疗，5年内都不会有问题，所以你要相信我，一定要有信心哦。如果是恶性的，我不治。就算是恶性的，也不代表就没有希望。现在乳腺癌都已经不是癌症了，你看，在国际上都已经提出了口号，要把乳腺癌变成慢性疾病，那就说明这个疾病已经在慢慢得到了人类的控制。医生也说了，乳腺癌可怕，但又不可怕，只要你愿意积极治疗，一切都是会有希望的。你别跟我说那么多大道理，我知道这个病很花钱的，我不会成为你的负担。妈，这个方面你不用担心，我都已经问过了。除了手术费有点贵之外，其他的东西都是可以商量的。我不会治疗的。你爸爸就是癌症，这个病又痛苦又花钱。妈，时代不同了，现在医疗技术都已经进步了，我一定会给你找最好的医生，给你安排最好的治疗方案，一定会把你治好。至于钱的方面，你不用操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一个大学生，我马上就要毕业了，我已经成年了，何况你还有医保呢。妈，生病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还没开始治，精神上就首先放弃了。答应我，接受治疗好不好？就算是为了我，妈，我也不想失去你，你也不想失去我，所以我们俩一定要在一起，好好的，好不好？你好，我问一下，化验在什么地方？哦，您身后拐角右手第2间。啊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
放松啊。好久都没有跟你这么朝夕相处了。你去大学读书，妈妈也不能打扰你。现在倒好了，成天在家腻着，我都有点不习惯了。都怪我不好，我对妈妈的关心太少了。没有啊，你的孝心妈妈感受到了。你看谁让我生了这么一个漂亮聪明的女儿啊？你说我是怎么生出来的？哎呀，妈在想，即便我结局不尽如人意，但是我也心满意足了。哎，妈妈，犯规。所以你今天的巧克力限额取消了，说好不许悲观的。我错了，我检讨。看到妈妈承认错误的态度，这样良好，我决定中午请你一顿哇超级大餐。大餐？你哪儿来的钱啊？妈妈，有一种东西叫做奖学金。哎，谁让你的女儿这么优秀？哎呦，我的宝贝。走。老是听我们家俏俏提起你，说你是她最好的闺蜜，对她特别好。我今儿一定得好好谢谢你，替我好好照顾我们家俏俏。我跟俏俏都已经认识4年了，要说感谢，也不该是你谢我呀。啊，对对对，是我说错话了。来，这杯酒我敬你。我不喝酒，不好意思。俏俏，感觉你闺蜜好像对我有点意见。哎，是不是你总背着我说我坏话来着？哪有？师卷特关心我们俩，特怕你欺负我。是吗？别说我的事儿了，谈谈你俩吧。你俩以后想怎么打算呀？一直这么远距离恋爱，应该很辛苦吧？辛苦当然是辛苦了点儿，可谁让我们俩两情相悦呢？不再朝朝暮暮。那对未来有没有什么计划呀？总不能一直这么两地分居吧？我当然听我们家俏俏的了，全听她安排，我当然无条件同意了。俏俏，我今天把话放到这儿，不管咱们俩在不在同一座城市，我对你的感情永远都不会有任何变化。子松，我现在去苏州工作了，你现在在苏州很稳定，我大学刚毕业还是白纸一张，去哪发展都一样，这样就彻底结束咱们俩牛郎织女的遥遥相望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那太好了，你能愿意为我去苏州，我真的特别感动。其实不瞒你说，我之前一直有过这个想法，只不过我怕被你拒绝，而且我也不想让你放弃现在这么稳定的生活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现在跟我去了苏州，就等于放弃了这里的一切。你想想，你的朋友圈、生活圈就都没有了，甚至还有你最好的闺蜜，在苏州你们俩也不能经常见面，到时候你心里肯定会失落。万一那会儿你工作再不顺心的话，我担心你心里的这种落差会影响咱们俩之间的感情，那就太得不偿失了。而且你也知道，我现在的条件也不是特别的好，我担心你跟我过去会吃苦，那样我会愧疚，会心疼的。啊！别总替我着想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吃苦不怕。赖俏，你简直笨死了！你还听不出来他不想让你去苏州吗？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，女人恋爱起来呀，就是没头脑。俏俏，其实呢，我一直有一个想法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我已经劝过我们领导在这边开设分公司，到时候啊，我就申请来这边工作，不管职务是高是低，只要能来，我就无条件同意。还有啊，你别老想着为我改变什么，我是个大男人，要改变也是我为你改变。真的呀？
你真的愿意为了我来这边工作生活啊？我当然愿意了。哎，那要是万一新公司没有开成呢？要是不开的话，我就立马辞职，绝不回头。你真好。哎，今天见完面，你对子松感觉如何啊？是不是放心啦？网恋不全是见光死，不靠谱吧？你真的放心把他一个人留在苏州吗？虽然说是要开分公司，可是这公司现在还是没影子的事儿，谁知道他到底要在苏州留多久啊？师姐，亏你叫时间，一点耐心都没有。幸福会来的那么容易吗？等待也是种幸福，你懂吗？不懂，你懂。哎呀，幸亏我昨天投了简历，过2天易贸就应该安排我去面试了。你跟我一起去吧，反正简历都已经投了，万一都面上了，我俩在一起工作还互相有个照应，这不很好吗？我才不去易贸呢，我对那儿不感兴趣。易贸你都没兴趣啊？那你对什么有兴趣啊？只要不是易贸，其他都可以啊。当然啦，必须得是薪水好的地方。虽然我妈的手术费呢，现在按照家里的存款来说是够用了，可是后面一系列的费用我还是需要准备起来的。所以幸亏那几家大的公司我都已经投了简历，薪水都不错，现在就等他们的消息了。姐，虽然我没有什么钱，但多少都可以凑点儿。你要是跟我见外，我对你不客气啊。好啊，先拿100过来。啊？嗯。你还在等什么？我都已经站在你面前了，你还要让我怎么样？你要我干嘛？道歉啊！如果你现在跟我道歉，我就原谅你。如果我不道歉呢？不是，你不会认为是我错了吧？你知不知道那天我为了解释你没到，我脑袋都快转死机了。我光道歉就跟别人说了多少遍，腰都快弯折了。你要知道我在我们家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，什么时候看过别人的脸色啊？那天我的确不应该一走了之，我应该进去跟他们解释一下，不应该留你一个人去面对。你终于想通了，我就知道你绝对不会是一个朽木不可雕也的人。我想通了，我不喜欢你做事情的方法。更准确的说，我不适合，我没有办法按照你给我规定好了的人生轨迹去进行。这不是我的性格，也不是我的生存之道。我希望别人关注我是因为我的设计，而不是因为我会去搞人际关系，也不是因为我和你的关系，更不是因为你父亲的地位。哎，嘉诚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说什么闲话了？没有。这是我个人想法。嘉诚，我知道你自尊心很强，这也是我最为欣赏你的地方。但是在这件事情上，你真的想多了。你现在那么出色，是因为你真的很有才华。但就算再有才华，那也需要好的机会，需要好的伯乐去发现。好上加好的事情，别人求都求不来呢，你怎么还矫情起来了？
不是矫情，我是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、去工作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以后不勉强你了，行吧？那天我不应该跟你发脾气，你别生气了。这事儿，不然就算我们一人一半错，好不好？嘉诚，别送了，嘉诚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，亲爱的。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上次你落了东西在咖啡馆，我本来是想快递给你，但担心这是贵重物品，所以就想还是亲自送过来比较安全。不好意思，这些东西应该我自己去取的，麻烦你专门跑一趟。刚刚看到宋师姐上去找你，所以就没好意思去打扰你们。你在这里一直等到现在。其实，这些东西你完全就可以放到楼梯口的，不必。对了，你妈妈最近怎么样？已经住院了，她过几天就要进行手术了。那次跟你聊完之后，我就决定跟她坦白一切。所幸的是，她的反应并没有太激烈。那就好。如果还有什么我能帮忙的，你随时打给我。其实最近我正在找工作，所以师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上次我跟师哥遇到，他落下了东西，所以我给他送过来。你们俩怎么会遇到？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上次的那个。易嘉诚，你上次迟到就是为了见他呀？哎，不对，你们俩怎么会单独见面？你们俩什么时候有彼此联系方式的？我怎么都不知道，这什么情况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这不是上次赶得急，所以……师姐，你千万不要误会，这真的不能怪嘉诚。嘉诚，你凭什么叫这么亲热啊？你不会接近我、认识我，就是为了他吧？你喜欢他是不是？小晶，不要这样。我怎么了？你还维护他？叶嘉诚，你是不是也喜欢他呀？要不然你怎么会为了他爽我的约呢？我说你有没有搞错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怎么了？不是的，师姐，真的不能怪他。我看你完全就是找借口接近他。不对呀，师姐，如果你喜欢他，你可以直接追他，你为什么要拐着弯的通过我接近他呢？我看你就是跟我示威，跟我较劲是吧？小晶，行了，不是这样的，我都已经跟师姐说清楚了，你别再无理取闹、咄咄逼人了。我无理取闹，我咄咄逼人？叶嘉诚，这件事情明明是你错了，我还委曲求全跑过来跟你道歉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亏我不放心回来看看，结果你在干什么呀？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，你太过分了！我什么都没……不好意思，让你见笑了，我先上去了。
秦东，你怎么这么处理这件事情？爸，原本这件事情是想能压下去，尽量压下去，给出问题的房子的业主进行单独的赔偿，但是没想到最后，他们还是把这个事情给捅出去了。这么大的问题，你压得住吗？你这么投机的处理问题，你知不知道会让问题更严重？我这不是想帮公司省点钱吗？房子呢？房子的处理方案，我已经跟建筑工程师商量过了，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修复和升级改造。我保证，房子的质量不会再有问题了。一佩，你的想法呢？说说你的看法。爸，易佩是做服装生意的，地产他哪儿懂啊？如果要问我的想法的话，全部推倒重建。很显然，现在业主已经对我们的房子起了疑心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无论我们如何修缮，也无法打消业主内心的疑虑。与其这样，不如全部推倒，全部过程公开透明化，才有可能重新建立业主对我们的信任。说得轻巧，推倒重建。推倒重建不花钱呐，这钱谁出啊？你出啊？我做过了考察，目前只有一栋楼修到了4层，其他的只修到了1层。所以说，现在推倒重建，对我们的损失不是很大。虽然我们损失了工程款，但是我们至少保住了房款。如果说有业主要求退款，我的建议是，为了表示我们的诚心，一定要果断退还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就算业主拿到了全部的房款，以现在的房价，他怎么可能买到和格兰城同等条件的房子呢？所以我认为，至少有80%以上的业主他不会这么做。而最关键的是，我们保住了易茂地产的名声，还有让大家看到了我们处理问题的决心和气魄。这不仅仅给易茂地产，包括整个易茂集团都带来了巨大的无形的资产。还有啊，对于这个延期的问题，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，那就是给所有业主建立一个终身免费的娱乐健身会所作为赔偿。等1年也是等，等1年半也是等。虽然晚点拿到了房子，但是跟终身免费这个服务比较，业主不傻，他应该算得明白这个账。说的可真漂亮啊！成全了所有人，单单给我挖个坑是吗？很多事情啊，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，而忽略了长远的目标。格兰城这个项目，它就是个例子。什么意思啊？易佩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。你的意思是我易清东只能看见眼前利益，没你会顾全大局是吗？别说了，我呢赞成易佩的方案，格兰城呢就交给易佩来处理。秦东，你暂时不要管了。爸，格兰城的项目怎么能交给他呢？易佩不可能比我更了解情况。散会。爸，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啊？你怎么能把格兰城交到？哟，易佩也在啊。你的速度比我快。我正在和外公商量，毕竟我年纪轻，经验少，
格兰城的事情还是交给舅舅去处理比较稳妥，我就不跟着瞎掺和了。小佩，格兰城的处理方案呢，就按照你的意思来做，有什么困难找我，我支持你。爸，行了，小佩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跟秦东讲点事情。好的，外公，那我就按照您的意思去做了。爸，您这不是当面打我的脸吗？谁是您亲儿子？我才是您的亲儿子。他是姓易，但他是您的孙子，是外孙，我才是您亲生的。您怎么帮外不帮内呀？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？我没去几次澳门。你在澳门赌场到底欠了多少钱呢？爸，是不是又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呀？我在问你话。爸，您知道，都是一帮做生意的朋友，陪他们去澳门坐一坐、玩一玩，我就跟他们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欠了多少钱，你拿什么去还债呀？我把格兰城交给你，没多久就出事了。我知道，你把精力都用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你太令我失望了。格兰城的事情，我已经做了最后的决定了，你全权的转交给一佩。你在家里面闭门思过，如果再去赌的话，被我知道了，就不要来见我。澳门那边如果缺钱的话，尽管和我开口。笑里藏刀这一招，你倒是学得比我快。您记性可能不太好。格兰城这块地是谁拿下来的？表面大度，其实心里还记着仇呢，是吧？有你的。哎，这还没毕业你就要搬走，我这心里怪舍不得你的。我妈明天得入院，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事情，我担心在毕业之前我没有时间搬家，所以就只能提前走了。我感觉吧，这刚入校没多久，这一转眼就快毕业了。这大学生活呀，一眨眼就要结束了。哎，你说，我们的好日子是不是要到头了？我呀，没有时间去缅怀过去，后面还有一大堆事情在等着我呢。哎，对了，阿姨什么时候手术啊？她还得再做一次全身的体检，等医生安排好时间就得做了。倩，对不起，现在才知道你是真心帮我，可惜我明白得太晚。现在我只能先离开一段时间，走之前想见你一面。你现在在哪里？对不起，如果早点听你的话，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。你这是要跑吗？你可不能干这种傻事。该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，没有人愿意帮我，他们跟易新东都是一伙的，我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，所以，我只能去外地，先避避风头。我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找你的，我不能去坐牢，一旦坐牢，我这辈子全毁了。你现在走了才是这辈子全毁了，你知道吗？
你这相当于是在畏罪潜逃。你逃得了一时，但逃不了一世。你总有一天是要面对自己良心的。那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你现在只有一条路：去自首，向检察机关交代自己所有的问题，上交所有的回扣。易佩易总他会给你找最好的律师，尽可能帮你争取到从轻处理。自首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阿姨，俏俏啊，怎么拿这么多东西啊？不用，我自己拿就行。小简怎么让你一个人拿呢？他人呢？他呀，哎呦，他去见常进了。哎呀，说到嘴了，阿姨，你千万别跟石简说是我告诉你的。为什么不让我知道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坐。俏俏啊，他是不是跟常进分手了？您知道了？常进啊，好长时间没到我家来了，我想他们可能是分手了。你看，果然是分手了。小姐没让我告诉您，怕您担心。不过没想到您已经猜到了，那就不算我八卦了哈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哎呀，我也不太清楚啊。他俩可能就是没感觉了，然后就分手了呗。是不是因为我的事情？怎么可能呢，阿姨？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怎么可能是因为您的原因呢？哎呀，现在这年轻人谈恋爱呀，谈得来就谈，谈不来就分手，都是家常便饭。阿姨，您别想多了哈，说不定小简离开了他，还能找到更好、更优秀的男朋友。可是你说小简情绪没什么波动啊，你说要是真的分手了，他难道一点都不难过？他俩肯定是和平分手。现在的年轻人，分分合合，都是小 case， 没事的。你说他肯定不是因为我的原因？哎呀，绝对不是的，阿姨，我10000个保证。这说不定石简进了大公司啊，这青年才俊比比皆是。以咱们小简的条件，到时候还不得挑花眼呢，对不对？听你的意思，他是要去找工作？对啊，你不知道他不考研了吗？他已经复习1年多了，他怎么不考研？怎么放弃了呢？他现在在各种投简历找工作呢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感觉你好像变了很多，变得成熟了，变得有主见了，感觉自己快不认识你了。是吗？你发现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说了你也不知道。今天我下了车，可能我们就结束了，是我活该。希望有一天我出来，我们还能成为好朋友。虽然现在你需要付出短暂的自由，但生活总是会重新开始的。我们虽然做不了情侣，但还是朋友。再见。原以为自己早忘记了这段感情，可望着他的背影，我仍百感交集。再见了，我的初恋。
这下你可以放心了，格兰城又重新回到你的手里了。我对你的承诺，现在还可以兑现。我把格兰城的账目给你，没有任何所图。我说过，我什么都不要的。不急。他是不是跟常静分手了？您知道了？是不是因为我的事情？怎么可能呢，阿姨？您想哪儿去了？你说他肯定不是因为我的原因。我不会治疗的，你爸爸就是癌症，这个病又痛苦又花钱，一定会把你治好。至于钱的方面，你不用操心。您不知道他不考研了吗？他现在在各种投简历找工作呢。妈，要不然我出去找工作好不好？世界这么大，我要是出去闯一闯，没准就闯出一片新天地来了呢。我回来了，妈，东西有没有收拾好啊？俏俏有没有把东西送过来呀？在屋里呀。妈，妈，这么早睡着啦？哎呀，被子都不盖。妈，哎呀哎呀呀呀呀！妈，妈，喂，一总，你走了吗？你能不能现在马上过来？我妈她服药自杀了。你等我，回尸检下车的地方，快！喝杯水，镇定一下。你妈妈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？她上个礼拜查出来有乳腺癌，而她还一直在我面前强撑着，很坚强的样子。是我错了。医生，谁是方柔的家属？我是。幸亏你们送来的比较及时，药下去的时间也不是太长，现在病人已经脱离危险，清醒过来了。我们刚给他洗了胃，现在正在输液，以加快药物的排泄。目前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但是还是要继续留在医院观察观察。我可以进去看他吗？现在病人非常需要平静，不能再有大的情绪起伏。你就一个人进去吧。好。妈，小姐，妈今天犯大忌了，你生气了吗？今天不算。
今天我也犯规，回家晚了，咱俩算是扯平了。那妈还能吃巧克力吗？今天给你特权吃1盒，我一会儿就去给你买。你这个小警察当的呀，真是太宽松了，而且还任性。谁让我是您的女儿呢？这都是遗传。妈，答应我，以后不许再这样了。这是最后一次。妈答应你。可是你以后啊，不管是恋爱、分手，还是工作，这些大事，你都得跟妈说。我们俩不是说好了要坦诚相见的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今天妈一睁眼，能看见你，妈真的是很高兴。给你擦擦眼泪吧。谢谢。陪陪你妈妈吧。易总，之前你问我有什么要求？怎么？是有什么想法？请你给我一份工作。我的情况你都知道了，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。我需要挣钱。我会考虑。进来。宋院长，家常，坐吧。哎，考虑的怎么样？院里边已经讨论过了，如果拿灵鸟这个设计方案去竞标市政府那个工程，还是很有竞争力的。对方的负责人对灵鸟的设计也很感兴趣。如果你同意的话，这个项目就由你带队负责。宋院长，谢谢院领导们对于灵鸟的认可。可是我认为灵鸟不适合这个项目的建造意图。如果要参加竞标的话，那难免要修改很多的地方，我担心会失去灵鸟本身的特质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既然你不愿意，我也不勉强。院里边也尊重设计者的想法。只是灵鸟就这么放在这儿，可惜呀。对了，宋院长，这个比赛咱们去年没有及时把灵鸟送进去，那今年又开始了。您看今年，这个我对你有信心。大赛明年7月份才举办呢，你还有充分的时间准备。你好好努力，肯定没问题。好，我还有一些新的想法想跟您沟通一下。最近院里边要处理的事情比较多，你不要着急，回头咱们再具体聊。好。这次比赛啊，你就带着小晶一起做吧，让他好好跟你学习学习，积累点经验啊。没问题。那院里的工作也不要因此疏忽了啊。放心吧，我一定兼顾好的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格兰城今日开始动工拆除已经建成的楼体，
易茂地产向业主承诺重新建造，所有相关的建筑材料全部对业主透明，但交房时间延迟推后，给购房业主还是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。好的，张律师，我知道了。易总，帮常进找的律师已经开始工作了，案件也开始准备了。希望能帮到他吧。我听说易钦东飞到英国散心去了，我们还要在这儿帮他擦屁股。要我说啊，就该把他流放到非洲去喂长颈鹿。长颈鹿吃素。先不管他了。格兰城起死回生，这才是关键。我听销售部门说了，收有一半的房主不要求退房了，不过他们要求补偿。不允许任何形式下的单独私自补偿，一切都要按照公司的标准办。明白。哎呀，俏俏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都赖我嘴瓢，说话不过脑子，让您伤心难过，差点铸成大错。对不起，阿姨，对不起啊，小姐。行了，怎么了？在这儿待多久了？其实我也没多久，你们就回来了。进去吧，进去。来，进去，赶快啊！来，进去吧。来，你陪我妈聊一会儿啊。好。阿姨，哎，您可千万别再吓我了，我胆小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呐，有一点事情心里就藏不住。谈恋爱了吧？你看你那小脸啊，红红的，像个小桃子。阿姨，您比师姐还神呢。说，说了，阿姨给你八卦。阿姨，人家不好意思说了，就是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，先在网上聊了好几个月呢。他在苏州工作，对我特别上心。你看你多有福啊！哎呀，不像我们小姐，她过去那个常进那个小伙子啊，我觉得挺不错的，好像挺有事业心的。可是听小姐说呀，他最近的情况，这年纪这么轻，心术不正，他把自己的前途都毁了。是呀，阿姨，幸亏咱们小姐跟他分手了，以咱们小姐的条件，肯定会找到更好的。来看电视。格兰城之前建成的那栋楼已经消失在工地上了，剩下的3栋楼也将陆续开始推倒。易茂这次大刀阔斧的决心和态度，缓解了业主们的情绪，在业主们的监督下，相信楼盘可以顺利完工。这么看，易茂对这次事件处理的还是蛮好的。易茂可是大公司。阿姨，我去把简历投了，把小简的也投了。哎呀，但是呢，小简对易茂不感兴趣。为什么？是因为这件事吗？肯定不是。我倒是希望你们两个进一个公司，这样呢，互相有个帮衬，我心里呢也好安心一点。谢谢阿姨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易总，那些依然要求退房的业主，我已经安排他们办手续了。不过有意思的是啊，他们不少人都开始反悔了。估计是转了一圈也找不到像咱们这样性价比的房子了吧？真被您猜中了。我算了一下，最后要求退房的不到10%。你跟财务和法务说一声，让他们办的尽量慢一点。等我把格兰城的配套设施的事情确定了之后，消息一放出去，我会让它降到1%。对了，你再帮我安排一下，让石简到我手底下来工作。石简，易总，这个石简不过是一个大4还没有毕业的学生，是，他是挺聪明的，可是，我觉得格兰城的事情多少有些运气的成分。这个不用你操心。你去发一个总经办的职位需求给人事部，再帮我安排一次面试，单独和我。我知道了。
这平时习惯了小静叽叽喳喳的，这会儿怎么突然安静下来了？刚才出门的时候是谁跟我说，易佩对嘉诚的设计很感兴趣，还让我帮着夸奖呢？爸，您知道吗？和李叔叔的饭局，嘉诚没有出现，人家是跟小姑娘去约会了。哟，我女儿都有竞争对手了。我没有约会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他都追到你们家楼下了，对吧？那是因为他要给我送我落下的东西。他还去公司找过你吧？说什么给咱俩送电影票？我看他全是借口。我真是太单纯了，想着有一个仰慕我的小师妹挺好的，合着人家是来抢我男朋友的呀。嘉诚他这么优秀，有人喜欢有人追，这不很正常吗？如果他要是不好，没人喜欢，我也不能同意你们在一起呀。爸，您总是帮着他欺负我。那我还帮着你欺负他呀？你舍得？好了，等过了年，明年也该给你们挑挑日子了。孙院长，好久不见。易总啊，你可是好久没有约我喽。哎呀，我疏忽了，别叫我易总了，叫我易佩，这样听着比较舒服。行了，都是老熟人了，就不必客套了。这不，我把女儿爱徒也带来了。易总，你好。是我的荣幸，坐吧。坐。小静说，你们在展览上见过。聊了几句。您的这位爱徒，叶嘉诚，我记得他的作品我很欣赏。谢谢易总。难得啊！嘉诚有的时候比较理想化、学院派，难得你喜欢。您开玩笑了，这设计展上如果都是平庸之辈的话，那也不用摆那儿了，对吧？易总，您这么欣赏嘉诚，有机会我们可以合作一下呀。你看看我这个宝贝女儿，她真是急脾气啊！这话还没说完呢，菜都没动呢，就着急说结束语了。没有，她只是说出我想说的话而已，对吧？易总慧眼识英才，不合作那不是一种浪费吗？我也觉着。吃饭吧，来喝一杯。我听说，格兰城出事之后，你接手了。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了。本来这个项目最早是我发现的，也是我力排众议把这块地皮给拿下来的。开始的时候不被看好，可是现在它的潜力已经慢慢的显示出来了。虽然目前遇到了一些状况，但是不影响它未来的发展。它的区位影响和周边的发展指日可待。我只是最近老是在琢磨，怎么利用它的劣势，把这个格兰城的项目给它完成好，甚至把它做成一个精品，把它变成易贸地产的品牌标志，将来在不同的城市、不同的地区复制推广。好，那说说你的想法。我想先建一个中心配套设施，这件事情我已经在股东大会上讨论过了。你和师姐和好了吗？不行，不能这么问。你在忙吗？想和你聊聊。不行，这么问没意义。嘉诚忙的时候从来不看手机的。
好的，谢谢。合作之前呢，还是要对格兰城做个具体的考察。我也知道，时间呢确实是紧了一些，但我不希望它仅仅是一个配套设施，它得有舒适度，有设计感，它得是一个作品。如果它能成为格兰城的标志性建筑，那就更好了，它本身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。有些时候，坏事也能变成好事。配套设施设计图如果搞出来的话，说不定比项目本身更具吸引力。您说的就是我的想法。所以啊，这个项目必须得交到您手上，我才能放心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嘉诚呢，前期的考察就交给你了。宋教授，您就交给我吧。易总，刚刚听您说，地面面积剩下有限，所以我认为楼层不必太高，而其建筑的外部结构要吸引眼球，应该要做到100米之内有足够的地标性，而且又能和格兰城其他的项目区别开来。确实有些难度。有难度才有挑战吗？易总，您交给我，我回去想好了给您答复。那就交给你了。嘉诚再聊来了。您不是刚交了任务给他吗？我就不打扰他了，省得他嫌我烦。小静，我们聊聊好吗？我累了，爸，咱们回家吧。我今天要睡美容觉。哎呦，这可不容易啊！你看看，这次老爸终于比男朋友重要了。宋教授，那您快回去休息吧。行，那你开车慢一点啊。小静啊，嘉诚可要走了啊。让他走吧。耍什么小性子嘛？爸，你先回去休息，我晚点回来。看，我就说嘛，这老爸呀，还是没有男朋友重要吧？爸，您最好了。早点回来。师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没有跟你打招呼，我就直接过来了。嘉诚，我好想紧紧挽着你，但是现在的我肯定没有这个资格。对了，阿姨最近身体怎么样？开始，她还蛮积极接受治疗的，但是现在，知道我放弃考研去找工作，前几天她就偷偷服了安眠药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幸亏发现的及时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那就好。先生，您这个……不好意思，多少钱？一共20。20。其实阿姨最近的情绪并不是很稳定，所以你应该多花些时间去陪陪她。我已经从学校搬回了家里住，虽然她总是表现出积极接受治疗的样子，但一天不手术，我的心里面就不太踏实。手术的时间定了吗？还在等床位呢，或者再找找其他医院。
大晚上的喝咖啡会睡不着吗？不会，等一下还得回城建院接着工作。对不起啊，耽误了你的时间。再10分钟，最多20分钟，我喝完手里这一杯，我就立刻消失。你不必在意，反正我在等我朋友，他能帮你安排医院的事情。谢谢师哥。没关系。师姐，其实这次帮你把医院安排好了之后，可不可以麻烦你不要再单独来找我了？小静她对这方面比较敏感。小金师姐，她确实是误会了，我找个时间一定会去跟她解释清楚。我朋友说今天有点晚了，明天才回过答复。你那位朋友是高艳斐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就只认识你这一个朋友。有点烫，我喝不进去。如果你要赶时间的话，那你先回去吧。你等一下怎么回去？坐公车。走吧，公车站离这儿不远，我送你过去吧。太晚了，一个女孩子不安全。老婆，我明天就要走了，给我抱一抱。先把行李收拾好。来。我收拾那些只需要5分钟，我现在只想抱你。你知道吗？自从我们2个在一起，好像就没有分开过这么多天。有啊。上一次你去清陵，我出差没有办法赶回去，那一次就是3天。那我不管，3天就是极限了。那如果超过3天，你会怎么样？绝不能超过，我会窒息，会撞墙，会不顾一切的去找你。你说的。我说的。小静她对这方面比较敏感，我不希望她不愉快。这次帮你把医院办好了之后，可不可以麻烦你不要再单独来找我了？喂，你好，易茂。知道。易总，人事那边送来了尸检的资料。我查了一下时间，看样子他应该是在格兰城出事之前，就给咱们公司递过求职信息了。你说这姑娘她至于吗？想进咱们公司绕这么大个圈儿，我们公司待遇有那么好吗？好。面试安排了吗？啊，他们给另外一个人发了最后的面试信息，我让他们给尸检也发了一份。你做得好。那另外一个人还让他过来吗？我懂了。哦，对了，叶嘉诚在门口，说宋院长让他来取格兰城所有的设计图纸。让他进来吧，把图纸拿过来。进来吧。
坐。谢谢易总。不客气。嘉诚，宋院长带你几年了？从在校期间开始算起的话，至今差不多有6年了吧。大3的时候，宋院长给过我一些学术上面的建议，我一直受用至今。也就是说，从那个时候，伯乐认出了千里马。易总，您过奖了，我还有待于提高。伯乐只是在训练千里马。嘉诚，不瞒你说，格兰城这个项目很棘手，即便是宋院长极力的推荐你，我还是有些顾虑。你能理解吗？易总，我想在您看到全部的中央配套效果图之前，我说再多也无法博得您的信任。这么说吧，建筑设计师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它也是我获取自我成就的唯一途径。易总，我想请问您，您知道贝聿铭吗？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。是的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他差不多是1948年从学术的象牙塔里面步入了实际的建筑领域。如果我是1948年年轻的贝聿铭，易总，那您就是威廉陈根道夫。你很会聊天儿。哎，阿姨这个造型不错啊，你给她造的型啊？阿姨这个造型至少年轻了10岁，不信你看啊，待会儿会不会有摄大叔来跟她跳舞啊？就你嘴甜，难怪我妈就喜欢和你聊天。人家说的是实话嘛。哎，对了，艺贸人事部通知我最后一轮面试了，通知你了吗？还没。喂，你好。石简同学你好，我是艺贸集团的张凯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明天来艺贸集团面试，请你提前做好准备。哦，好好好，我知道了。具体的时间地点，短信通知你。好，我明天一定准时去面试，谢谢。是面试通知啊？嗯，那太好了，要是咱俩真能进同一间公司啊，这不是聊八卦电话费都少？但也有可能不是同一个部门呢。哎，不可能。等等啊，通知我，也通知你了，但总经办这次只要1个人呢。怎么办，师姐？咱俩不会成为竞争对手了吧？俏俏，其实事情是这样的。哎呀，没事儿，艺贸人事部不可能就只要1个人的。再说了，就算咱俩真的竞争一个职位，我也会把它让给你的，因为你比我更需要这份工作。我不喝了，一会儿还得继续工作呢。哎，喝点小酒晕晕的，好画画外太空嘛。我看我还是先把地球管好，再去设计其他星球吧。哎呀，医院的事我给你问了，最快也得3、4天。其实这个转院啊挺麻烦的，不是说换就换的。这医生得看过检查结果之后才能下手术通知书。万一呢？治疗方案是保守治疗，药物控制怎么办呢？听他的意思，好像不会保守治疗，手术是最佳方案。你帮谁问的？师姐。啊？叶嘉诚，你是这样的人啊？宋小金可让我汇报情况了，什么情况？叶嘉诚喜欢上石简了。你别乱说，我就是害怕小静误会。我告诉你啊，石简母亲转院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找好医生以后，这事儿我就不想管了。大哥，你可省省吧，可别管了。宋小晶可不是个省油的灯。哎呀，这好人我也不想当了。要不是我为追这个女孩，不熟的人小爷我还不甩呢。行了吧，这次就算你帮我啊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追呀！你快追呀！你这书呆子，你小静。哎呦我去，走这么快，我还想出来劝劝呢。得了吧你，
我看你是出来看热闹的。嘿，还是你了解我。行了，我先回设计院了。行吧，医院那边定好时间，我就打电话告诉你。好，先谢了。嗯，走了，拜拜。平时除了看课本以外，还读什么书？科幻小说，诸如时间穿越之类的。那有什么专长？比如说开车？英语过了雅思，钢琴9级，学过一点茶艺，还对建筑方面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。咖啡机会用吗？会啊，花式的咖啡对我来说也没有问题。可惜我们公司没有这样的咖啡机。为什么选择来艺贸呢？因为艺贸的实力，以及它未来的发展。那你觉着艺贸的未来会如何发展呢？地产是艺贸未来最好的投资发展方向，在未来国内大小城市都会有艺贸的置业，并且成为地标性的建筑。尤其是在2010年以后，艺贸会发展在海外的投资合作项目，并且由住宅类的建筑向旅游业和酒店类的建筑来转型。哦，你那么有野心啊！因为这些未来一定会实现。但这并不是你来艺贸的真正原因。的确，我只是需要一份工资。在办公室领工资，很多时候不需要说实话。但，在您的办公室，确实需要说实话的人。格兰城这个项目虽然已经推倒重建了，但是已经对艺贸的名声造成了损失，必须及时补救。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个人认为可以加上一些花边式的补充。具体说？比如名胜都是口口相传的，人们在选择一个社区的时候，不单单是看重它的房子，还在于它的周边环境，比方说绿化、生活质量等等。如果可以在小区的附件上提高业主的居住体验，那就不用担心未来口碑会变不好。当然，现在一时半会儿业主们也住不进去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给他们一些期待的，比方说在交定金的时候，可以给他们一些相应的福利。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，建一个综合的配套设施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我也不太了解地皮的实际面积，所以也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可行性。完全可以。你母亲身体怎么样了？她现在情绪已经稳定了，也愿意配合治疗。我现在正在等待医院的回复，希望可以尽快进行手术吧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您的手帕，谢谢易总。那就等你母亲手术结束之后，正式入职工作。谢谢易总。我知道你有能力，但是我希望以后在我身边工作，不只是为了一份工资。我会努力加油的。我相信你。对了，常进那个案子已经有了结果了。考虑到他主动投案自首，最终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希望他改过自新，好好反省，争取早点出来吧。3年之后，常静还不到30岁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希望我为他争取到的时间，可以改变他未来的命运。你好，你好，有事吗？请问人事部在哪儿？
您是来面试的吗？嗯。面试哪个部门？总经理办公室。有通知你吗？有，这2天通知我过来的。哦，那你稍等，我问一下。好的，谢谢。喂。哎，张秘书，面试你们办公室的实习生来了，怎么安排？你告诉他已经有人选了，让他回去吧。哦，好的。这个职位已经招到人了，不需要再面试了。啊？不需要人了呀？那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总经理办公室会突然招到人了呢？这我也不清楚，反正那边说招到人了，我看应该是有合适的人选了。我有个同学，他也是来通知面试的，他比我更需要这份工作，他还有没有希望啊？他叫什么名字？石简。石简？哦，他已经来面试过了，总经办那边或许招的就是他。其他的一些东西啊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谢谢医生，我们这几天就去办，谢谢。好，那我就去忙了啊。都解决了。要谢谢你啊，我这2天就给我妈去办入院手续。转院不是什么小事情，你很幸运，阿姨不会有事的。那我应该怎么感谢你呢？谢我干嘛？你要真想谢，谢高燕飞。走吧。干杯，喝一个啊！师姐啊，我作为师哥呢，得跟你说句话。这个眼界啊，得放开了，这老不能一叶障目啊。啊，你还要不要吃点什么？我再帮你点。哎，换句话说吧，师姐，你是个好姑娘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男人。啊，师哥。啊？你也不要左顾右盼了。祝你幸福，早日找到自己的书宴。我呀，难找。喂，你怎么了？你慢点说。我现在过去。哎，怎么了？小静在浴室里面跌倒，我要送她去医院。啊！我跟你一块去。你俩都喝了酒了，我来开车吧。你会开车？当然，走啊。不然，走啊。哎，不是，我。嘉诚，你还记得是你教我开车的吗？啊，不想练了，好难啊。那我们就先不学了好吗？我们先练泊车。好啊，我最喜欢了。孺子不可教也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真是这个水平啊，肯定不会让你上路的。那我正好就不学了，反正以后都是你来开车。宝贝啊，那万一我要是生病了，我要是出差了，必须要你来开怎么办呢？那你可以不生病吗？你要是出差的话，我可以坐地铁、骑自行车，还有坐公车，很环保啊。那如果我们要是自驾游呢？那我要是开了全程，每天晚上，你想想，我回到酒店之后，我还有什么力气去干？哎呀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练就是了啦。
开吧。车门打开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别误会啊，师姐。放我下来！你小心点，脚不是崴了吗？师姐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啊？接近我，欺骗我感情不说，你还总背地里向我男朋友示爱，现在连高艳斐都被你蛊惑了，你够有本事的呀你！小静，你冷静点。我冷静不了。叶嘉诚，你不喜欢他，你倒是拒绝他呀。他找你帮忙你就帮，他让你喝酒你就喝，全天下女人都要喜欢你，我宋小静一个不够是吗？你不能这么说，嘉诚，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不知道吗？他是什么样的人，需要你告诉我吗？难不成你比我更了解他吗？我起码知道他是一个优秀、善良、有责任心的好男人。我告诉你，师姐，有自知之明的话，趁早给我滚远一点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你太过分了，宋小金，你根本就配不上叶嘉诚。我配不上他，你配得上啊？当然，他本来就是我的老公。师姐，你疯了吧你！你们两个够了！师姐，你怎么会说出这么莫名其妙的话来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车钥匙给我，给我！请你马上离开。我们两个不要再联系了。因为我们的提前相遇，所以我与嘉诚没有在一起的可能了吗？脚怎么样了？我脚特别疼。嘉诚，一会儿你可以背我走吗？疼是正常的，好在没有伤到骨头。在你脚好之前，别再穿高跟鞋了。嗯。嘉诚，是我错了。我刚刚不该那么跟你讲话，可我也是被他气得没办法了，我才那么讲。之前是我误会你了，以后我不会怪你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不要再冷战，不要让任何人成为我们的阻碍，好不好？
好了，你先休息会儿。医生说你血压低。嘉诚，你的手机借我用一下。我去帮你打水，好吃药。嗯。恰，还没放假，你这么早就回去啊？阿姨转院的事也解决了，医贸总监办你也进去了，你还管我干嘛呀？我还要恭喜你呢，这么神通广大，就把一切难题都搞定了，不像我，咋呼的那么欢，到头来还是一场空。我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？奈乔生气了。你今天去医贸面试了？你还好意思问啊？医贸总经办直接要了你。人事部告诉我不用去面试了，你不会什么都不知道吧？还想继续跟我装糊涂啊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通过常景找关系进的医贸？俏，你听我说，我确实是因为常静认识了易总，但是在我妈服安眠药之前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进医贸，直到后来出了这件事情，我才请求易总，希望他能够给我一份工作。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一定要去总经办，因为医贸的其他部门也都在招聘的。如果你只想进总经办的话，我可以再去求易总，我请他把你调过来，我可以再去其他部门应聘的。你还真觉得自己神通广大，可以随便安排咱俩的职位啊？我已经看明白了，易总就是想要你。难为我这个傻瓜，还想着如果这个职位在咱俩之间2选1，我就把它让给你。我真的请求过易总，希望他能让我们2个人做同事。我不想跟你做同事。你没看到我拉着行李吗？我要去苏州找程子松，在那边工作实习。你不可以去找程子松。够了！你不要再说程子松是个渣男了，我不想听这些，就像我不想听叶嘉诚是你未来老公一样。可是我知道这些确实都是真的。是真的又怎样？你说的是未来，不是现在。现在，叶嘉诚是宋小晶的男朋友，不是你老公，而程子松是我合心合意的男朋友。你确实说的没错。他现在确实不是，但我知道嘉诚在未来有可能会成为我的老公，程子松也有可能会变成渣男，这些结果都是有可能成真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努力少走一点弯路，早日走上对的人生轨迹呢？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？难道只有你说了算呀？你跟我说你预知未来，在我眼里跟一个算命的没什么差别，难道我的人生都要听一个算命的吗？笑话！我才不管未来是什么呢，我只在乎现在。无论结果是好是坏，你都没有权利去剥夺它。我的确没有资格去规划别人的未来，可我的努力，不正是为了让赖乔拥有更好的结局吗？妈，你看你一点都不像是来住院的，倒是像来度假的。像是住酒店，我都想通了。你看，也不用打扫。管吃管喝，不是很好吗？好。哎，怎么样？工作落实了吗？已经定下来了。等你这次手术结束，我就去上班。我女儿真棒。但是啊，别太辛苦了，别为了妈妈把自己累坏了，妈妈会心疼的。不会的，就是一个很稳定、普通、正常的工作，放心吧。那俏俏呢？和你一起工作吗？没事的，好姐妹不在一起工作也好。可是有一点，不要因为不在一起工作啊，感情就疏远了。
同学和同事的感情是不一样的。我知道。我这就去给你买。快点回来啊！行。吃个橘子。俏，你干嘛？对不起。你以为你道歉我就会原谅你吗？你不原谅我没有关系，易貌的事情，我10000个对不起。但只要你把这些书都看了，努力复习，多做题，一定可以考上研究生的。你再相信我一次，就给我最后一次机会。还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？你现在开始就好好的背题考研，不要再去见陈子松了。可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上研究生啊。哦，你抢了我的工作，现在想用研究生来代替啊？这叫什么对不起啊？我不考。俏俏，我帮你把这些书放回宿舍啊。我不看。但只要你把这些书都看了，努力复习，多做题，一定可以考上研究生的。切，信你才怪！考研，自己考去吧。石简妈妈明天动手术。我已经尽了全力，希望妈妈可以再一次健健康康的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无论如何，这一次，希望妈妈的命运可以被改写，一定可以。此刻，我多么希望嘉诚能够陪在我的身边，告诉我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俏，自习室满了，我来找个地方看书。谢谢你啊。我还没原谅你呢。哦。放心吧，阿姨一定会没事的。哎，手术还在做吗？还在进行中，已经进去很长时间了。放心吧，孙医生是有名的专家，经验特别丰富。手术一定会成功的。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的帮忙，我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上这手术。嗨，这叶嘉诚千叮咛万嘱咐的事情，我得坚决完成任务啊。
麻烦你帮我谢谢他。你俩还用我说话？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好朋友赖俏，我的同班同学。这位是我们的师哥，他叫高燕斐。又一位小师妹啊！师哥好。医生，手术已经结束了，都挺顺利的，你们不用担心。一会儿病人就推出来了，你们跟着送到病房就可以。现在病人还处在麻醉中，意识不太清醒。今天你们就让他多多休息一下。谢谢您，医生，太感谢了。不客气。谢谢。谢谢。没事。喂，手术做的怎么样了？我说你这么担心，为什么不亲自来探望，非要我代劳，还得远程遥控？行了吧，听你这口气，貌似挺好的嘛。哥们儿办事儿，你放心啊，手术特别顺利。我刚把石简的妈妈送进病房，现在刚出来。那就好。我说叶嘉诚啊，你对这个石简是真关心啊。这哥们儿，我上个月做了阑尾炎手术，你连个电话都不打。作为亲生的哥们儿，我表示很痛心。行了吧你，撒娇跟你女朋友撒去吧。我要真这么关心你，你受得了吗？嘿，你这什么时候学会一心可以二用了？作为亲生的哥们儿，我提醒你一下，宋小晶这个醋坛子倒了，可不要殃及到我这个无辜啊。你呀，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行，我这个小人是不会出卖你这个君子的。但是，宋小晶一旦严刑拷打起来，我不一定 hold 得住。行了，说吧，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？我请客。哎呀，不愧是著名的设计师啊，这个心明眼亮的，跟你说话从来不用绕弯子。那我跟你说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好，晚上见。要是有什么事呢，就给我打电话，随叫随到。已经很麻烦你了。还有就是要请你转达孙医生，多谢谢他，这一次多亏有他。好，放心吧，你的话一定会转达的。没事，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哎，乔，多亏这次有你来陪我，要不然我不知道得有多担心，多无助呢。大柱啊，我可还没有原谅你呢。我来不是冲你，是冲阿姨。不管你是冲谁来，你只要来了，我就安心了。我也不指望你现在能立刻就原谅我，但总有一天，你一定会相信我说的话都是真的。你不会又要说你是从未来回来的吧？我相信。你相信了？我相信这话你也就敢跟我说说了。要是见谁跟谁说，你早就被当作神经病给关起来了。反正等你考完研，你就知道我说的话到底有没有在骗你。哎，对啊，明天就要考了，有没有好好看书复习啊？还在这儿待着，赶紧走回家看书去。哎呀，我说了我考研，我当然会好好复习了。我就跟你赌这一回啊，看你到底是不是在忽悠我。好啊，我跟你赌。赌什么？赌注太低，我可不跟你玩。那上次我跟你说过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忽悠你的话呢，我就以后再也见不到叶嘉诚。那这一次，我再给你加一条，如果我输了，我就同意你去苏州找陈子松。一言为定，不许反悔。一言为定。神经病。
想找你，在时过境迁之后。世界让你忍不住，让你冲动，这下满意了吧？嘉诚直接把你拉黑了，现在再也听不到嘉诚的声音了。只希望妈妈能早日康复，巧巧也努力考研，或许这才是我应有的未来吧。其实你不用带我来医院复查的，我都好的差不多了。那怎么行啊？还是给医生看一看，才放心吧。伤筋动骨100天，万一没好透，以后留下后遗症怎么办？你都好久没有这么关心过我了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幸福。我该怎么报答你呢？傻不傻？幸好我提前做了准备。你说我们俩春节过节的时候，是去马来西亚看海呢，还是去澳大利亚看袋鼠，或者去国外的海边自驾游？反正这几个地方天气都挺好的，你选一个你喜欢的，我们一起去。提前预告一下啊，我可是准备了好几套特别好看的泳衣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怎么了？这几个你都不喜欢啊？那要不我们去西班牙？你不是喜欢高迪吗？我们去看他设计的著名建筑，以前只是在照片上看过，这次我们也实地朝拜一下。小静，啊？今年我想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清理。你是说要带我回家过年？怎么？你不愿意吗？啊不，愿意愿意愿意。你这么说，我很快就能拜见我未来的公公婆婆了。啊不，是伯父伯母。我爸妈一直说想见你，总是听我在电话里面提起你没见过真人，所以我……当然了，你总是把我藏起来，要不然我早就有机会拜见伯父伯母了。走。小心点儿。目前你妈妈的恢复情况不错，在注意饮食的同时，你还要让她多多的锻炼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一系列的化疗，化疗要做6个疗程，费用方面呢，有的比较贵，有的相应的便宜一点。我要最好的。最贵的和最便宜之间的疗效啊，对个人来说因人而异，差别就在2%左右吧，主要还是病人的感受不同。我建议你啊，根据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啊，来做个选择。那麻烦医生，您针对我妈妈的情况来帮我们做一下选择吧。我当然希望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能够选用最好的，只是要麻烦医生，关于费用方面的事情，千万不要让我妈妈知道，我是怕她心里面会有负担。关于医药费，我来操心，我来承担。我只希望我妈妈可以专心的治病。小静，你先在这里等一会儿，我去帮你取药。师姐的脚好一点了没有？我看你是巴不得我的脚骨折，干脆断掉才好吧。我知道，不管我现在说什么，你都会觉得我是别有用心。难道我说错了吗？我可真是小瞧你了，我看你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你觉得你跟嘉诚合适吗？在你眼里，当然不会合适。是我说的不够准确。准确的说，你觉得你配得上嘉诚吗？嘉诚很优秀，追他的女孩子也很多。在他们当中，你只能算是中等吧。论样貌、论家世、论前途，你有哪一点是足够出众的？
你凭什么认为嘉诚会爱你？你哪里来的自信啊？我告诉你，想要抓住一个男人，光靠爱情是不够的，背景、机会、资源，这些哪一点是你给得了他的？你一个大学毕业生，连自己的工作都是问题，凭什么你认为可以帮得了他？嘉诚他不需要这些，他的才华已经足够帮他打开任何一个舞台。你还真是够幼稚的，千里马也需要伯乐去发现，更何况是建筑设计师这个行业。就算再有才华，也需要有发现的机会。嘉诚需要这样的人帮助他实现梦想。我就是那个人。我不仅爱嘉诚，我还可以帮他成就他的梦想。你呢？你可以吗？我不怕实话告诉你，我跟嘉诚，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。今年过年，嘉诚会带我去青林拜见我未来的公公婆婆，我们会一起商讨婚事，说不定年后不久，我们就举行婚礼了。所以我劝你还是趁早死心吧。外面适合你的男孩那么多，你干嘛非要揪着嘉诚不放呢？女孩子嘛，就应该趁着自己年轻的时候把握住青春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自己清楚，不用你操心。不过我不得不承认，嘉诚刚开始对你的印象还不错，但他现在的态度你也看到了，你何必自讨没趣呢？难道你没有自尊心吗？宋小晶，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？我不允许你这样说师姐，不合适的是我们。我爱的人是他，不是你。我们分手吧。每夜，每个孤单的深夜，叶嘉诚。疯狂的找我，嘉诚，小青，我们走吧。我想象着你是天使，却坠落。你用你灿烂的眼睛告诉我，爱情那又算什么？越快乐越让人寂寞。路上小心。拜拜。那又算为什么嘉诚没有跟宋小晶一起离开呢？他要去哪里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先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回来啦？怎么样？俏俏考试考得好吗？顺利吗？嗯。没考好啊？看你情绪低落的样子。没有，俏俏她考得很好。妈，今天医生来复查，有没有说什么呀？说我很好，他表扬我了。
说我是他所遇见的病人当中最听话、恢复的最快的。过2天呀，我们就可以回家过年了。真的吗？嗯，太好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的一个朋友来看我了，我说让他等你回来再走，他说他有事，匆匆忙忙就走了。回头啊，你得谢谢人家。朋友？嗯。我哪个朋友？是个男的，好像看上去比你大几岁，不过我没有见过你这个朋友啊。男的？他没说他叫什么吗？哎呦，你看我光顾着说话，都没问他的名字，这脑子。我也没有什么男性朋友啊，还知道你生病。是不是一个长得高高帅帅，然后穿了一件灰色外套的人？说起话来声音非常温柔。对对对，你看，还拿来了一篮水果，放下水果就走了，还特别有礼貌。妈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不是刚进来吗？那他有没有说什么？他没说什么。怎么了？这个人对你来讲很重要吗？看你激动的。非常重要，他就是叶嘉诚，就是你未来女婿。我先走了。女婿。你还是嘉诚，我熟悉的那个叶嘉诚。我坚信，我们的未来在无数的可能性中，仍有一种可能会在一起。即使这种可能再渺小，我也会努力找到它的。关于这次中央配套的设计方案，我的初步想法是利用小区原有的建筑风格，加上一些古典的设计，建造一片可以让业主更加亲近自然和原生态，能够更加轻松交流的一个公共空间。不好意思，打断大家一下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专程从英国请过来的著名设计师查尔斯先生。这次格兰城的配套设计，我也想请查尔斯先生贡献一点他的经验和想法。裴总，你没什么意见吧？太好了，舅舅对格兰城这个项目是最熟悉的。你要是愿意指点的话，我求之不得。那就好。我呢，对格兰城这个项目呢，一直感情特别的深。哎呀，一时半会儿呢，割舍不了。你不要介意啊。怎么会？格兰城这个项目本来就是易茂集团的，不管谁来做，目的都是要做好。好的项目，好的经验，我向来都是来者不拒。这一次，我同样拭目以待。好。Welcome。春节晚会都开始了。哎呀，一桌子的菜，来，这筷子，当当，饺子好啦，快点来吃，妈妈。哎，俏俏不是说要来吃年夜饭的吗？
怎么人还不来？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哎，好。来。喂，你什么时候到呀？我们年夜饭都做好了，就等你来了。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突然有点事儿，得晚点过来。你和阿姨先吃，别等我了啊。哎，你什么事情这么重要，非得放在大年30呀？喂，怎么了？他不来吃啊？说好要来的，临时放鸽子了，竟然。好，我们吃。来，干杯！春节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来尝尝我做的饺子。好。哎呀，我真的没有想到啊，有一天能吃到我宝贝女儿做的菜，真是太幸福了。哎，你不是一直连煮个方便面都不会吗？怎么一下子能做这么一桌子的菜啊？你偷偷在哪儿学的厨艺呀？妈，我跟你说啊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呢。以后我每天都给你做很好吃的菜，每天都换不同的花样，好不好？那我求之不得。哎，这么说啊，我的女婿可是有口福了。嘉诚早就吃过我做的饭了。不对，现在他还没有吃上呢。你有新的男朋友了？现在人家还不是我男朋友呢。但是我相信，在不久将来的某一天，应该就会是的。还没有呢，你看你这一脸幸福的样子，真是的。来，干杯！祝妈妈身体健康，祝我女儿永远漂亮。这是我和嘉诚的初吻，就在与他相识的第一个冬天。那天是我们的定情之日。从那之后，我和嘉诚就对雪天情有独钟。当我闭上眼睛，你眺望远处的身影，是穿越悲喜勇气。时间都知道，他给的每一个问号，是我们太年少。嘉诚果然还是回清零了。虽然我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，希望能有1/1000的机会见到他，可终究还是落空了。结局是否美好？如果再次相遇，我会用尽力气。哎，那新年快乐哈！新年快乐！来吃菜。谢谢妈。你也尝尝。小姐吃菜。谢谢妈妈。多吃啊。就因为你喜欢吃东西啊，你看我买了多少？你还说小简呢？其实啊，是小姐叫我上午去买的。你看，就是这家，这些都是在他们家买的。妈，你是不知道啊，他一个下午一个人在家里面能吃多少东？这个孩子，你现在学聪明了，开始拿东西堵我嘴了。这挺好，是挺好吃的哈。没错，味道是挺好的。
阿姨，那个燕窝是我特意给你买的。从今天开始啊，你每天喝上1盅，不出1年半载，您的皮肤一定会又白又嫩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是我特意给您挑选了一个钻石项链，我觉得特别符合您的气质，您收下吧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嘉诚知道的，妈妈平时也就戴一些很普通的首饰，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好意思收呢？哎呦，这有什么呀？我第一次拜见叔叔阿姨，我当然应该准备一些贵重的礼物了。啊，叔叔，那2瓶茅台还有龙井是我爸让我带来的，他呢也是逢年过节才喝一下，所以我就拿过来特意让您尝尝。你看小金啊，让你费心了，我们都没给你准备什么贵重的礼物啊。对呀，不用的，我是晚辈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以后啊，千万不要再准备这么贵重的礼物了。你能过来看我们，我和你阿姨已经很高兴了。你们能一起回家过年，就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啊。就是啊。来，新年快乐啊！心想事成，新年快乐，爸妈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吃菜。小金啊，那尝尝。好，谢谢阿姨。不是什么山珍海味，都是家常菜，那多吃一点啊。爸，你说你要来啊？你阿姨昨天就开始准备菜谱了，今天忙活了一整天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。哦，我不挑食的。再说阿姨做的一定很好吃。你不挑食啊？咱们去过的哪家餐馆入过你的法眼了？你可别瞎说，谁说我挑食了？哎，嘉诚，小金是客人，你不要那么淘气。就是，听到没有？叔叔，嘉诚他总欺负我，以后您跟阿姨一定要站在我这边。好。来，吃菜。尝一点这个草头，是我们这边特有的菜。够了，阿姨，谢谢。合不合胃口啊？挺好的。要是不爱吃啊，就不用勉强，吃你爱吃的啊。没有，阿姨，可能是我今天坐了1天车，胃口不太好。你们吃，你们多吃一点。好。别提了，我就随便送点礼，他妈都不敢收，搞得好像是我不懂事一样。另外，他妈做菜口味可真重，油盐酱醋样样都不少放，这多不健康啊！我是吃口菜就喝口水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家竟然没有暖气，搞得好像回到了原始社会一样，我快冻死了。我这要不是为了叶嘉诚，我干嘛受这个罪啊？小金，不说了，嘉诚来了。小金啊，阿姨，家里没暖气，我怕你不习惯，那给你拿个毛毯，要是冷的话，你就加一层。阿姨，我身体很好的，不怕冷。行，那你们再聊一会儿，我就进屋了。那早点休息。你冷吗？要不然明天咱们去住酒店吧，真的太冷了。怎么，不想在家里面住啊？不是，我第一次陪你回来，也想多陪陪叔叔阿姨。可是我自小家里就习惯了暖气，你们家这儿太冷了，我受不了。那我妈刚才问你冷不冷，你说不冷。不是阿姨说吗？要不这样吧，让我妈拿几件她的厚衣服给你穿。嘉诚，阿姨的衣服能适合我穿吗？小静，我这刚刚回来清理，这2天我想好好在家里面待待，陪陪爸妈。你要是真的不习惯，要不你先搬去旁边的酒店。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，你就放心我一个人住酒店啊？不是嘉诚，我在你心里有没有位置？一点点的要求你都不能满足我。所以我就说嘛，你就在家里面好好待着吧。你要是真走了，让我爸妈知道了，一定会觉得我没把你照顾好的。那好吧，我答应你。那你也要答应我，我们提早1天回去。你就这么不想在家里面住？我不管，我就当你答应了啊。叶嘉诚，你要知道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，你可要记得我的好。嘉诚啊，妈，小金在我们家习惯不习惯？今天晚上我看他饭菜都没吃几口。
爸妈，你们别操心这些了。他呀，平时就这样，总是说自己在减肥。嘉诚啊，你和小金的事是怎么考虑的？打算今年结婚吗？所以，我才想听听你们两个的意见。你知道的，嘉诚，爸爸妈妈从来不干涉你的事情。可是，小金有点让我们担心，她在家里是千金大小姐，这以后结婚在一起生活，你受得了受不了啊？事事都得迁就她。妈，你放心吧，小静她的确有一些小脾气，可是没有大毛病。那你们在家里打算住几天？我看她带了一箱子衣服，鞋子就有5双，能穿得过来吗？不是妈妈观念老，我们就是有点担心，她跟你不是一路人。你说将来结婚在一起，这生活习惯一致不一致，性格是不是合拍，都很重要。小金的爸爸是院长，对你的工作未来都会有帮助。但是婚姻大事，你还是得慎重。